师傅便在自己生辰这天做主要将18岁的师姐许配给他。屋里一派其乐融融，殊不知危险已经悄然而至。李天然的师兄朱乾隆带着日本特务根本一郎来到李家，打着庆生的名头，实则包藏祸心。朱乾隆原本姓李，也是师傅捡来的孤儿，但他狼子野心为了出头不择手段，两人决裂后便改姓为朱自封朱元璋后人，野心之大可见一斑。朱乾隆拿出一张契书，提出要将山庄的地卖给日本人种鸦片。师傅为人正直，嫉恶如仇，就算一把火烧了山庄，也绝不做这丧良心的事。朱乾隆见师傅不松口，二话不说便开枪将其射杀，紧接着根本一郎也挥刀斩杀了师娘和师姐。李天然逃跑不及被子弹打中倒地，朱乾隆和根本一郎把4人的尸体搬到一起，放了一把火企图毁尸灭迹，二人随之逃离了现场。但朱乾隆这一枪并未打中李天然要害，他一身火光冲下山，命不该绝被一个路过的洋人救下。洋人名叫亨特勒，收养李天然后便将他送到美国学医，同时还接受特工训练。15年后，中日对峙进入白热化，战争一触即发，李天然也在这个时候受命回国，为收复山河效力，同时也为惨遭灭门的师傅一家报仇雪恨。李天然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，踏上了故乡的热土。养父亨特勒将他接回家，经营中国多年。亨特勒不想李天然以身涉险，故而一直反对他回国。但李天然心意已决，为了掩人耳目，他对外的身份是一名协和医院的产科大夫。父子俩租住在一个叫蓝清风的男人家里。蓝清风家财万贯，是推翻清政府的元老，和朱乾隆关系匪浅，两人凑在一起为了口醋吃了顿饺子。蓝清风表示自己想要根本一郎的命，劝朱乾隆不要相信日本人，与其被他们利用加害同胞，不如跟自己抗日。作为交换条件，他会帮朱乾隆医好心病，活捉李天然交由他处置。两人一拍即合。朱乾隆离开时，和院子里的李天然父子偶遇，不知他有没有认出长大的李天然，但李天然却永远记得这张阴险狠毒的脸。李天然一路飞檐走壁尾随朱乾隆，最后没跑过汽车，气喘吁吁地回到家。两人话里的信息量巨大，原来蓝清风才是将李天然召回的幕后老板，且他还有2个儿子，一个死在广州，一个死在上海，全都为国捐躯。这些年，朱乾隆没有一天不再做着皇帝梦，他将自己塑造成了忠义两全、可歌可泣的大英雄。假模假式为师父塑造了铜像，年年祭拜，还颠倒黑白将欺师灭祖一事安在了李天然头上。朱乾隆做着皇帝梦，李天然做着复仇梦，他焦急地等候着行动开始的讯号。这天，亨特勒介绍李天然到一家裁缝铺做衣服，老板关巧红有北平第一裁缝之称，也是北平城第一个做放足手术的女人，其中原因不得而知，但手术并未让关巧红健步如飞，她几乎变成了半个瘸子。正经人谁写日记？李天然之所以来找关巧红，是想请她帮自己做一件衣服，要穿上以后不会被人看见的那种。末了还强调自己不是去做坏事，是要除奸扶弱。关巧红笑了笑，说成墙根下的陆米仓，里面放的全是鸦片，烧了它才算有本事。李天然闻言跳上屋顶，他身轻如烟，快速掠过房顶瓦舍，朝着陆米仓而去。中途无意间看到了悬挂着根本书屋的旗帜，李天然随即改变主意，在根本眼皮子底下潜入书屋，拿走了他的印章和武士刀。李天然回到家，一个女人来找他打不老针，女人叫唐凤仪，是朱乾隆的情人，亦是个美艳放荡的尤物。原本该是亨特勒为她打针，但因为对李天然颇感兴趣，便要求以后由他来给自己打针。李天然在针剂里加了点料，趁唐凤仪睡着，将根本一郎的印章盖在了他的屁股上，准备回美国。朱乾隆提出请两人吃饭，而根本也找到蓝清风，想让他出手解决掉亨特勒父子，并提出可以用一份投降日本的绝密名单作为交换。这个名单蓝清风势在必得，他同意了交易，先后牺牲了2个儿子。蓝清风其人不知该评价为大义还是风流。朱乾隆在记者的簇拥下绘声绘色地读着伪造的亨特勒遗书，将此前一桩残忍的凶案记在了他头上，并将死因定性为自杀。朱乾隆惯是会栽赃嫁祸的，死人再没办法开口。蓝清风告诉李天然亨特勒是为他而死，他一时冲动偷章偷刀，最后牺牲的是自己养父。为了彻底让李天然听命于自己，蓝清风说出自己才是救下李天然并出钱抚养他的人。李天然闻言悔恨交加，又感激涕零，当即便向蓝清风表忠心。蓝清风也不耽搁，马上将李天然带到一个钟楼，让他暂居于此，每天敲钟向自己报平安。2个月后他来接走李天然，如果没来，就代表战争爆发，到时候他就可以大开杀戒，有多少日本人就杀多少日本人，
前提是只能蓝清风来找李天然，李天然不能去找蓝清风。李天然知道亨特勒绝不会自杀，他找到关巧红，关巧红正在蹬李天然送她的自行车做术后康复。关巧红放开小脚，离开丈夫和孩子，全都是为了给被斩首示众的父亲报仇。李天然虽然一直喊着报仇，但因为童年留下的心理阴影，他怕自己面对仇人时还会像小时候一样定住不动。关巧红恨铁不成钢，他表示如果李天然不敢，自己就帮亨特勒报仇，毕竟他帮自己治好了脚。两人也算是同仇敌忾。李天然带着关巧红来到自己藏身的钟楼，关巧红告诉他蓝清风被软禁了起来，他自己也成了通缉犯，随后留下一把枪便离开了。得知蓝清风被囚禁，李天然当即便潜入蓝府面见了蓝清风。蓝清风告诉他，只要在外面闹的动静够大，自己就足够安全。李天然也不负厚望，烧了日本人存放鸦片的仓库，全北平都陷害了。此事一出，根本的上司勃然大怒，根本急需做出点成绩证明自己。他找到蓝清风，将那份秘密名单交给他，谁知名单上却只有朱乾隆的名字。蓝清风知道自己被耍了，到现在他的计划可以说满盘皆输，没有一步走在点上，根本当着蓝清风的面杀掉了他伪装成人力车夫的手下，逼其交出抗日积极分子张将军。有情报说张将军就在蓝清风手上，见蓝清风不松口，便伙同朱乾隆将他关了起来。事到如今只能赌一把。蓝清风假装认输，表示可以先帮忙把李天然引出来，任由二人处置，并且制定了详细的穷岛活捉李天然计划。时不我待，说干就干。蓝清风给李天然传去消息，约他见面，企图用出卖李天然的方法，把穷途末路变成起死回生。在将李天然带去穷岛的路上，蓝清风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。这时得到唐凤仪消息的关巧红骑着摩托车来救李天然，蓝清风让他立马跟着走，两人分开才有活路。被摆了一道的朱乾隆将蓝清风抓了回去，关巧红则带着李天然来到根本的家，留下战书让他到日坛1对1比5换刀。根本如约来到日坛，但日本人哪里会讲什么信用，屁股后面还跟着一车援军。好在关巧红早就料到，叫上自己的伙计将一车援军悉数解决，根本对上李天然毫无胜算，短短几招就被打得半死不活。两人驾着根本回到他家，等着朱乾隆主动找上门。不出所料，朱乾隆果然来到了根本家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。师兄弟周旋一番后发现，两人所学均出自师傅，并且也十分了解对方的秉性，故而都无法破招制胜。李天然提出可以用师傅所传以外的招，两人随即丢掉五花八门的武功招式，开始一场生死肉搏，从地面打到房顶，两人使出浑身解数，最后双双掉到院子里。李天然因为有朱乾隆垫背稍微好过一点，这时根本举着武士刀冲了出来，李天然一个闪身刀刃插进了朱乾隆胸口，随后他又拔出刀，二话不说就将根本割喉，然后拿枪指着朱乾隆。朱乾隆死到临头还嘴硬，说师傅是李天然杀的。李天然不再废话，一枪送他去见师傅。到了师傅那儿自有分辨。这10几年，李天然一直生活在无尽的恐惧中，如今大仇得报，不管是心里还是眼前，都清明了很多。事情告一段落，关巧红准备离开，他对李天然说的那些话，如今李天然成功报仇，关巧红相信自己也可以，便拒绝了李天然远走天涯的提议，独自踏上了复仇之路。